齐伟，王八蛋！齐伟，我告诉你，起开！叔，你别走，叔，你别走，你听我解释，你听我解释，不是你看到那样的，跟你看到的不一样，我都已经不是这么回事，真的不是这么。你放开我，齐伟！你混蛋！你是个混蛋！你就是个伪君子！你是大骗子！我让你放开我！叔，你一定要听我跟你解释。我不想再听了，我说我们已经结束了。哎，老大，大半夜怎么回事啊？没事，你们回去睡吧，没。站！你们把齐伟给我看住了，我这就找书记去。张子枫，我的事不用你管。什么不用我管？齐伟分明把你给糟蹋了。我说了不用你管就不用你管。你别跟着我。你应该喜欢新梅的，她比我漂亮，而且我们还是最好的朋友。你现在要想的是你喜不喜欢那个喜欢你的人。走，你玩吧。我儿子从北京带回来的，英雄牌钢笔，人民不会忘记你的。放开我！新梅是他劝我的，是我自己喝醉的酒，我把它当作是你的。什么都不用再说了，我说过了，我们已经分手了。哎，怎么了？说牛说昨天晚上没回来，是真的吗？何止啊！齐伟和赵新梅好了啊！我是做错了事情，可你就不能给我一个机会解释吗？我给你机会解释，时光就可以倒流吗？就可以当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吗？你什么都不要再说了。舒柔，对不起，这件事情怪我。
我昨天晚上喝多了，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。我不需要你们两个因为这个误会而分手。我求求你原谅我。我知道你因为我的关系，你失去了很多东西。可是就像你所说的那样，那一切并不是我愿意的。你为什么要这样报复我？淑荣，我怎么会想要报复你呢？更何况，我毕竟是个女孩子，我怎么可能用这样的方式来报复你？不，这不能怪新梅，这是我的责任，这都是我的错。齐伟，你别担心，我会去和淑荣好好说的，他会原谅我们。干嘛呀？你别废话，过来。哎呀，哎，我累了，我要歇会儿。哎呀，我这有一个馒头，我们蘸着白糖可好吃。哎，走开走开，我要学习。你走开。淑荣，你要是打我2巴掌，心里会好受点。你就动手吧。我知道你难受，我知道那种自己的东西被别人抢走的难受。我不想让你也承受这样的痛苦，是我求你，你原谅我好吗？你知道吗？你别误会齐伟，他心里喜欢的人是你。你别再说了，我现在已经不相信了。他那天晚上喝多了，他抱着我，我不要再说了，我不想听。他那天抱着我的时候，嘴里喊的是你的名字。你知道那天我喝多了，我心里一直喜欢齐伟，所以我们发生关系的时候，我也没有拒绝他。赵新梅啊，你怎么那么不要脸呢？我都听不下去了。哎，人家牛树人都不愿意看你一眼，你宠他干嘛呀你？对不起。我告诉你，
我和牛叔是从小玩到大的，任何人都不能破坏我们之间的感情，包括齐伟。你看那个赵新梅，你看那德行，长得那脸就像一个冻坏了的南瓜似的。哎，齐伟怎么可能看上她呢？一定是他在搞鬼。我们把这事儿说出去，让他没脸见人。哦，对了，还有啊，上回那事儿我不敢告诉你，就是那书记来抓你和齐伟，我就怀疑就是他告的状。走，走，我们去告书记去，让他也倒霉。现在事情已经这样了，我不想让他变得更坏。我和新梅是很好的姐妹，你什么都不要再说了。哎呀，我白着急了，你，哎呀！老大，那你打算怎么办呀？没想好。说实话啊，以前我特别羡慕你这女人缘，现在一看，哼，这玩意儿多了，她也是祸害啊。我祸害了2个女孩，我就是个王八蛋。老大，你就听我的得了，啊，你就跟赵新梅好，赵新梅挺有能耐的，又那么喜欢你，我觉得你跟谁过都一样。我喜欢的是牛。哦，那你对赵就不负责了？你这个当老大都得说说你，你现在的态度是又想当什么，又想立牌坊。你刚才说赵喜欢我，装傻呀？傻都知道。我碰了赵，我能害他一辈子。牛还是个姑娘，所以，哎呀，我就挺喜欢赵的，真的。我劝你啊，就跟赵好。赵那小性格多好啊，比牛强多了。赵高古代，他就是遨勇善战女将军，配你正合适。我们现在讨论的不是说赵是个什么人，是我们讨论的是有关于责任的问题。啊，行，您考虑吧啊。我跟你说啊，明天咱们备战就要练习了，知道吧？肯定咱们累得跟狗一样，到时候你也没心思想那么多。魏伟，齐北，有你一封加急电报，你母亲好像出事了。我家离得不算远，我就回家看我妈一眼，3天之内我保证回来。齐伟啊，这个生产备战期间不能请假，你不会不知道吧？你前2天刚犯的错误啊，组织上还在研究怎么处置你，你现在又要外出，我怎么知道你不会像红旗农场那几个人一样叛逃呢？我向毛主席保证，我就是回家看我妈一眼。组织上怎么处置我都无怨无悔。书记，我齐伟虽然不是什么英雄儿女，但是我言出必行。书记，我求你了。不参加生产备战啊，就是想要当逃兵，就是不想为大好的革命形势贡献力量，也辜负了毛主席对知识青年的殷切期望。齐伟，你怎么能在这个关键的时候计较个人得失而置人民的利益于不顾呢？
你到底想要干什么？太让我失望了。我妈可只有我这一个儿子呀！怎么样，书记准你家了吗？那怎么办？准不准是他的事，走不走是我自己的事。齐伟，你千万别冲动。擅自缺席备战演练可不是小事，要因为这件事受了处罚，阿姨心里会更难受的。我妈只有我这一个儿子，我不可能因为担心受个什么处分，就连我妈都不管的。你放心吧，没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。树荣今天怎么了？晚饭也没吃，闷着头睡大觉，他是不是害怕备战演练？这跟备战演练有什么关系啊？如果是我看到那么恶心的人在自己面前转悠，我也不要吃。淑荣，我知道你还是不肯原谅我，也许你一辈子都不会原谅我，可是这是我最后一次求你原谅。我和齐伟之间不该发生的，都已经发生了，所以不管怎样，我们都得一起面对，不是吗？怎么样？十里八乡都找遍了，怕是躲到山里头去了。怎么办？要不要给上面打个电话汇报一下？打啥电话？你要干什么？脑子进浆糊了？把齐伟给我找来。快点。哎呀，奇了怪了啊，这人都不见了，其实真奇怪。还是没有赵新梅的消息吗？没有。哎，你说他人跑哪去了呀？他是回家了，还是躲到深山里边去了？要么叛逃到苏州去了？不可能，不可能。那肯定的。那要是他回来了，会怎么惩罚他呀？那可就严重了。哎，逃避作战演练啊，他这辈子完了。哎呀，没有想到这报应来得这么快啊！他自己作的，自作孽不可活。可千万别出什么事儿啊！你到底知不知道他去哪儿了？不确定。什么叫不确定啊？啊，你到底是知道还是不知道啊？我只知道他3天之内肯定能回来。书记，咱能不能先不往上报啊？你怎么知道3天之内他能回来？老天爷跟你说了。这样，如果他3天之内回不来，您把我交上去，绝不给您添一点麻烦，行吗？好，齐伟，这回我就听你的。不过咱们丑话说在前面啊，就3天，
如果到时间他回不来，别怪我对你不留情面，到时候我就把你交上去。这可是要算逃兵的。向转，齐步走，一、二、三，走！一、二、三、四，一、二、一，一、二、一，立定，向转，下杆接，向前看。解散。徐伟，给我们来一个，来一个，来一段，来一段，来一个。你们好多了，包里有他给你带的东西。哎，你醒了，来，快喝点水吧。我这是在哪儿啊？在仓库关禁闭呢。不参加备战演练是多么大的事儿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幸好戚薇苦苦哀求，要不然呀，你就当成逃兵给抱上去了。不过书记也怕出事儿，让卫生员过来看过你了，说你休息休息就会没事的，这才把你关进来的。让我们轮流看着你。我知道了。关就关吧。那我就先得走了，往后这几天你得好好照顾自己，饭每天就只给一个馒头。杏梅，那我就先走了啊。刘烨，谢谢你。没事的，杏梅，好好照顾自己，我走了。你来了，要不是你，我妈到现在已经不知道是什么样子了。我都记在心里了，都记在我的心里了。我欠你的。没事儿。戚薇，有人来了，快点儿！戚薇，快点儿，有人来了。我没事儿，我挺好的。快点，戚薇。
哎呀！我挺好的。齐伟，齐伟，是你吗？齐伟，齐伟，是我。干粮我烤过的，很烫。热水袋我用开水洗得很干净，里边的水都可以直接喝。水壶什么的我塞不进来。我先走了。淑荣，你等等，我有话跟你说。淑荣，我一直当你是我最好的姐妹，唯一的朋友。所以虽然我比你先喜欢戚伟，但是后来你们俩在一块儿了，我也只能勉强自己祝福你。我还是得跟你说清楚，仓库里发生的事情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更加不是要报复你什么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发生这样的事情。你别说了，我不想听。不，我必须要说。淑荣，我就问你一句话：你现在跟齐伟分手了？如果齐伟喜欢我，我们可以在一起吗？他真的喜欢你？感情是很复杂的，齐伟是喜欢你，但是也不代表他对我一点感觉都没有。否则，在仓库的时候，他也不会对我情不自禁。在一起了，好一个情不自禁！你比我先喜欢他。他最后选择了你，我还有什么好说的？淑荣，你是不是以后都不会再理我了？你把身体养好，比什么都重要。我先走了。淑荣，对不起。对不起。
叔，怎么了？又哭了？别难受了，好吗？淑荣，你看你哭，我都不认识你了。平常我记得那淑荣可好看了，你看你哭，哎呦，真丑，真难看。太讨厌了！你看我学你哭，你看我学你哭，你看我学你，多丑啊，不好看。不哭了好吗？淑荣不哭了啊，来走，陪你走走啊。新梅，你睡了吗？齐伟，我在呢，我没睡。我跟你说你妈妈的情况，她现在好多了。她就是太想你了，所以什么事情都容易乱想。年纪大了就会这样的。我去了之后，把你的情况都跟你妈说了，她也就放心了。他一放心，他病就好了一大半了。你别担心了啊！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才好了。你别跟我说这些了。要没什么事儿，你快点走吧。啊！我不走。齐伟，你听话。出身不好，我自己争强好胜的性格，也容易得罪人。我知道大家都不喜欢我，这一次我犯了这么严重的错误，你还大半夜的跑来看我，要是让别人知道了，会连累你的。我说了，我是不会走的。齐伟，我没跟你开玩笑，你现在必须马上和我划清界限，要不然我真的会连累你的，听到了吗？你是为了帮我才犯的错误，才被关的禁闭。你觉得我会跟你划清界限吗？齐伟，你知道我喜欢你的，喜欢一个人，就愿意为他做任何事情，不求回报。我心甘情愿的，真的。如果换的是我，犯了什么错误，被关到禁闭，你会跟我划清界限吗？我当然不会，绝对不会。就算全世界都背叛你，我也会站在你身边陪着你，照顾你，我永远都不会离开你。我愿意关心你，照顾你，我心甘情愿。你说的是真的？齐伟，你不用这样安慰我的，你也不要觉得亏欠我什么，你不欠我什么的，真的，我没事的，我没事的。赵新梅，我愿意照顾你一辈子，
你再说一遍。赵新梅，我愿意照顾你一辈子，你愿意给我一个这样的机会吗？齐伟，我从来都不敢奢望有这么一天，你会对我说这句话。谢谢。哎呀，走走，就在前面呢，走走走走，走走，哎，这王八犊子！哎，你别动手啊！掐我呀！别闹了，好不好？我的天哪，他这跟我评评理呀！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，他要抛弃我们家人，他要跟我离婚呀！哎呀，你干嘛呀？不然一对离婚呢？哎，你们得等会儿，屋里好几对呢。等什么呀？这种穷乡僻壤的地方，我1分钟都不想待。哎，等我回城了，我就把你娘俩接回去，好不好？花你的臭头皮！你要是能回来，我头都割下来！哎，我肯定回来。哎呀，走啊，走！你别闹了！什么？管一管，在这像什么样子呀？别哭了。我跟你讲，就算是真离了婚，你也不过是具有返城资格而已。全农场就1个名额，轮得着你吗？就算有1000分之1的机会，不是10000分之1的机会，我也要拼了命去争取。一次不行，还有下次。怎么回事？闹离婚要争返城名额。哦，书记刚才说了，让他们回去。要是再闹出动静来，谁都别想回城。听见了吗？这是书记的意思。哎，你别闹了！谁跟你闹了？我跟你讲啊，书记这2天自己也遇上点事儿，正烦着呢。前几天闹点兄弟气的都给处理了，说是永远不让返城。走吧。行了，闹吧，都回不去了。回不去就回不去，让感情咱俩还要离婚，我跟你拼命！行了行了行了，散了吧，散了吧散了吧。你还挺有招的啊，2句话就把他们给唬回去了。我说的是实话，他这2天确实心情不好。你值班的时候自己也小心一点。知道了。对了，城里招工的名额到底给谁了？你知道吗？
反正不会给我。也没关系，你在哪儿，哪儿就是家。你疯了？这被人看见怎么办？怕什么呀？谁还不知道？我看你这2天闷闷不乐的，有心事啊？董芳，你说我们还能回家吗？党中央不是说了吗？城乡广开门路，妥善安置知识青年，我们还是有希望的吧？我真想赶快离开这个地方。你是不想看到齐伟和赵新梅他们吧？小样，你的那点心思我还不知道。哎呀，别说你憋屈，我看见他俩我都觉得憋屈。哎，你说啊，这赵新梅她犯了那么大的错，怎么就没事儿了呢？她整天在书记眼皮底下干活，这个齐伟真是有2把刷子，把书记弄得服服帖帖的。我们回去吧，走。哎，刘媛儿，上哪儿去啊？没去哪儿。哎，手上提溜着什么呀？哦，不是啊，那个几个男知青让我从香姑娘社给带2瓶酒，我这会儿给他们送过去呢。你们聊天啊？聊吧，我先走了啊。哎，刘媛，走错地方了，大队部在那边呢。哎呀，看见没？八仙过海，各显神通。就是咱们俩跟傻子似的，等着天上掉馅饼呢。书记啊，我说都这么晚了，你咋还不回家呀？还不是让一个返程名额给闹的吗？你说这帮知青啊，为了一个名额，装病的、离婚的，这至于吗？我说你还有心思操心他们呀？我和你说啊，嫂子可是带着孩子回娘家了。嫂子可跟我说了，你要是不让人把小栓在城里安排好，他可就不回来了。那是城里，不是建户农场，满大街都是领导，哪个官不比我大？我哪有那么大的本事啊？你忘了，凭你手里边有返程指标啊。那要不你把指标给谁？你闹得最凶的，那肯定不合适。给送礼最多的，那不野火烧身吗？所以我说呀，你就得先找一个城里的知青，然后把这个指标给他，让他照顾小栓，不就行了吗？哎，好，明白了啊，好。哎，书记，小牛同志来了，来，坐。我站着就可以了，书记。哎呀，你还跟我客气啥呀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你是海城人吧？你哥哥是不是还在当兵啊？对呀，我来农场之前，哥哥就去当兵了。当兵好啊！来喝水。哦，谢谢书记。哎呀，你家里最近怎么样？你爸爸的身体状况还好吧？啊？哦，我爸身体挺好的。书记，你有什么事儿？要不你就直接说吧。哎呀，小牛同志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不要紧张嘛。其实我这次叫你来啊，是有一个好事要告诉你，而且呢，是个天大的好事儿。你看哈，你在咱们知青的这几年啊，一直为人低调、谦虚谨慎，有大局观念。你别看我眼睛小，我是看在眼里，记在心里啊。我呢就特别喜欢像你这样有上进心的年轻人，
所以啊，我决定把这次返程的唯一名额让给你。真的？那当然是真的了。是这样啊，这个我这里呢有一封信，你啊先寄给你的爸爸，让他给我个回复，好不好？不用不用，我爸肯定同意，他早就盼着我回去了。哎呀，小牛同志，你一定要听我的，这封信很重要啊！你呢寄给你爸爸，等他回复以后呢，你把这个回信得给我，好不好？哦，好。好了，你可以回去了。嗯。哦，对了，咱们这儿的情况你也知道，这件事情啊，不要跟任何人讲。我知道，那我先回去了。谢谢书记。豆饭，我快渴死我了。哎呦，饿死我了。刘英啊，我看你这2天干活挺卖劲儿的嘛，啊，想好好表现，早日回城啊。你别光说我呀，我就不信你不想。我想有啥用啊？看你们成天闹得还挺欢的，就你们这些个，什么装病的呀，哎，送酒的，撒泼打滚的，有什么用啊？人家真正有本事的，哎，啥也不干就回来。你是不是听到什么风声了？是谁啊？你告诉我是谁啊？你猜啊？啥也不用干，啥也不用干。现在给大家继续广播。艰苦的工作就像担子，摆在我们的面前，看我们敢不敢承担。难道是牛世荣啊？是不是？你别说，别问我啊，我什么也没说啊。怕重，把重担子推给人家，自己捡轻的挑，这就不是好的态度。听说牛世荣他爸是海城的大官，他哥哥是部队的干部呢。那他怎么跟我们一样被派到这个破地方来啦？那你就不懂了，哎，人家是主动要求来的，广阔天地，大有作为。呸！大有作为，我看呀，他是为了秦伟来的，对吧？所以说嘛，人的命运永远都是不公平的。哎，咱们吭哧干了几年农活，他咿咿呀呀的念了几篇社论，最后还不是比咱们飞得更高更远？啊，不信你们问新梅，牛世荣他爸是不是海城的大官？你干嘛突然问我这个呀？听说返程名额是……哎，干什么呀？还想不想回城啊？你刚才是不是说返程名额给了牛淑荣啊？周静美，这么晚了，你到这里来干什么？有什么事你就说吧。书记，我就想问一下，返程的名额，我还有没有希望？先坐吧。
高兴了吧？美了吧？嘚瑟了吧？哎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从昨天晚上开始啊，我这个心就砰砰乱跳，特别不踏实。我老觉得有什么事儿要发生。没事儿。嘿嘿，淑荣有没有想好请我们吃什么？地狱4菜1汤，我可不去。没问题，你们要吃什么都可以。今天，我要宣布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，就是返程的人选，啊，考虑到你们每个人个人表现啊，我们大队部的所有成员啊，经过了小心谨慎的投票，现在结果啊已经出来了，啊，下面我宣布。这次北海城招工的人员名额是赵新梅。啊？书记，你是不是看错了呀？这董芳跟我说是我反对，咱们农场的执行就是再排个3、5遍，怎么轮也轮不到赵新梅啊！就是啊！大家安静，安静，安静！你这个反对啊！啊，很具有片面性，啊，赵新梅同志在咱们建湖农场期间啊，一直是吃苦在前，享受在后啊，不计较个人得失，身体不舒服依然能够下到河道里挖淤泥，而且在上工的时候主动要求晚收工，这些你做到了吗？所以说，赵新梅同志啊，是咱们所有知青的楷模，而且呢，这个结果是我们大队部的所有人员啊，经过投票产生出来的，谁也不要有异议。散会吧。散会了。哎，你这也太不公平了！你说是怎么了？没事吧，淑荣？新梅，新梅，你告诉我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你不是昨天还说这个名额是淑荣的吗？齐伟，这件事我以后会跟你解释的。但是你现在，我求你别再问我任何问题。书记，小妞啊，我能理解你的心情啊，但我也没办法。这样，我保证。下次要是再有名额，我第一个让给你。为什么会是他呢？明明是你跟我说让我回去的。小牛同志，我不否认我跟你说过这种话，你也知道我是特别想把这个名额让给你，但是这个决定呢是大队部所有成员投票产生的，我也没有办法。哦，对了，这个结果。刚才你们不都是看了吗？对吧？你看啊，对，这写的明明白白啊，没有关系的，年轻人嘛，来日方长啊，没事啊，对，没事啊。新梅啊，哎，可真是个厉害角色。这董芳只不过让他随便抢个名额试试，哎，他竟真的抢来了。哎呀，是啊，哎，你说他们家吧，一没钱，二没权，靠什么把这个名额抢来的呀？难道是靠齐伟？不可能，齐伟要是自己能弄来的话，自己走好了。哎呀，这可怜了这牛淑荣，这空欢喜了。哎，是啊。赵新梅呢？没看见呢。我刚才看见她往地里去了。
新梅，我知道，名额原本是你的。你要是想打我的话，现在就动手。没错，我是想打你一顿，可不是你想的那个原因。你自己看。你在哪捡到我的发卡的呀？你还好意思问？我真是没有想到，你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情呢？你是不是傻？万一这事被别人知道了，你下半辈子你怎么过？我想不明白，你到底是跟我过不去，还是跟你自己过不去？你这样做之前，就算你不为你自己想，也应该为齐伟想一想啊！我真是为齐伟感到不值。淑荣，我求你不要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，尤其是齐伟。那你想要我怎么做？难道让我眼睁睁地看着你欺骗他吗？淑荣，齐伟的性格和脾气你是知道的。他要是知道这件事，他对我怎么样都无所谓。可是我怕他一时冲动，他会毁了自己的前程。淑荣，从小到大我没有求过你任何一件事情，这件事情我求求你，就一次，就当是为了齐伟。你起来吧，我受不起。哎，小道消息当时都说了，是牛淑荣是吧？啊，是吧？我去，你知道？哎，齐伟，你给我好好交代啊！赵新梅返程的名额是不是你小子给弄的？没看出来，你想可以，干啥呀你啊？哎，齐伟，你傻呀？你还问呢？你才傻呢！我问问怎么了？你没听说吗？赵新梅的返程指标，很有可能是和书记就那个哪个呀？那个，你说哪个？啊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？你告诉我呀！告诉我，到底出了什么事？你告诉我为什么？齐伟，是我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是不是那个王八蛋怎么样你了？那个王八蛋是不是怎么样你了？你告诉我！你弄死他！我弄死他！齐伟，你难道还嫌我在监护农场的名声不够差？我求你不要去找他！你想让所有人都知道这件丑事吗？
这事不能就这么算了，不能就这么算。亲，你听我说，这件事情是我对不起你，我愿意用一辈子的时间补偿你，对你好。但是你要是现在去，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你，不会原谅你。你别去。我今天跟你说的，你都记住了吧？嗯。你千万别给自己惹麻烦，就当是为了我。嗯。进去吧。齐伟，记住你答应过我的。你一定会来娶我的，对吧？新梅，等我。我。怎么保护我妹妹的？嗯，我没保护好她，我就这么一个妹妹，我保护不了她。我以为你行，可你怎么能让她发生这种事？你连自己的女人都保护不了，笨蛋，混蛋！你怎么保护？废物！废物！没意思。你他妈书记是这么个畜生，去县里告他。我豁出去了，我要告他。出事儿了。